如果你最近打开手机看到的是一片血红色的数字，心里在想完了，是不是股灾来了？那你今天来对地方了，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东西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这场恐慌的看法。先看几个数字，感受一下这场风暴有多猛烈。比特币这个曾经被无数人追捧为数位黄金的东西，从去年10月最高点超过12万6千美元，短短几个月直接腰斩，一度跌破6万美元，打回到2021年的高位。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爆仓超过25亿美金，接近42万人的仓位被强制清算，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一夜之间在这个市场里血本无归。更心寒的是，一个持有比特币长达13年，在中本聪时代就存在的巨鲸，突然把手上所有的比特币全部抛售1万枚，价值超过9亿美金。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表态，美国政府不会救比特币，不会指示银行去购买比特币。换句话说，你别指望有人来接盘。而加密货币的恐惧与贪婪指数满分100里已经跌到了9，处在极度恐惧。上一次跌到这个水平还是2022年 FTX 交易所爆雷的时候。没有持有虚拟货币的也要注意，这场风暴不只是加密货币的事，白银从历史高位暴跌了 47%， 黄金也跌了，纳斯达克连续3天跌超 4%， AI 概念股、软件股被连续抛售， VIX 恐慌指数飙升到23，远超20的警戒线。连美国1月份的裁员数据都出来了，10万8千人被裁，是2009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高纪录。所以这不是某一个资产的问题，这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在崩塌。如果你现在脑子里充满了问号，我的股票怎么办？要不要赶快卖？这是不是2008年的重演？那我请你一定要把今天这条影片从头到尾看完。今天我不讲复杂的技术分析，不跟你猜底在哪里，我要用最简单的逻辑帮你看清楚3件事。第一，这场风暴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为什么大部分人会在这种时候做出最错误的决定？第三，作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你现在应该怎么做？这堂课的含金量可能比你过去1年在市场上交的学费都高。我们马上开始。好，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这场风暴不是黑天鹅，是灰犀牛。什么意思？黑天鹅是完全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比如新冠疫情，但是灰犀牛不一样，它是那种你明明看到了，但你选择视而不见的巨大风险。这次市场的崩跌本质上是一场流动性危机。我打个比方，整个金融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游泳池，而钱就是池子里的水。过去几年，美联储疯狂印钞降息，就等于往池子里拼命灌水，水涨船高，什么东西都浮起来了，股票涨，房子涨，连那些你叫不出名字的虚拟货币都涨上天。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股神，是投资天才，但问题是水不可能永远灌下去。当美联储开始收紧银根，就等于把池子底下的排水口打开了，水位一降，谁在裸泳马上就看得一清二楚。而那些杠杆最高、泡沫吹得最大的资产，就是第一批被搁浅在沙滩上的。那除了美联储收紧银根这个大背景，这次暴跌还有没有更直接的导火线？有，而且有2个是很多主流媒体没有跟你深入去讲。第一个导火线就在1月30号，特朗普正式提名沃什做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接替5月任期就结束的鲍威尔。这个沃什是谁？他是个出名的鹰派，长期批评美联储的宽松政策，主张要强硬对抗通胀，缩减资产负债表。市场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吓坏了。大家担心，如果这么一个鹰派主席上台，那之前期待的减息可能就要泡汤了，甚至会进一步收紧。这种鹰派定价的恐慌导致美元指数暴涨，黄金、比特币都在下跌。第二个导火线更隐蔽也更致命的就是日元拆仓。过去10几年，日本的利率一直是全世界最低的，甚至是负利率，所以全球的投机者就发明了一种玩法，他们跑去日本借入几乎零成本的日元，然后把这些钱换成美金，拿去投资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资产。
比如美股和虚拟货币。这是一股非常庞大的资金，是过去几年全球资产泡沫的重要推手。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日本的通胀也起来了，日本央行不断释放信号，说要结束负利率，要加息了。那些借了日元的投机者一看苗头不对，就得赶紧把手上的高风险资产卖掉，换回日元去还给日本的银行，这个过程就叫拆仓。当这股几万亿美金规模的资金争先恐后的从市场撤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一定会引发踩踏。而哪个市场的泡沫最大，最没有基本面支撑，哪个市场就会被第一个抛售。这一次第一个搁浅的就是比特币。为什么是比特币？因为它是所有主流资产里面最缺乏毛的一个。我在频道里讲过很多次了，你买一个东西之前要知道它背后有什么在支撑。黄金是几千年来全人类的共识，是实实在在的贵金属，各国央行都有一定的储备。股票背后是一家真实的公司，有收入，有利润，有员工在创造价值。那比特币背后是什么？是一串代码，是一个连真名叫什么，是男是女，是死是活都没人知道的中本聪。它背后是空气。查理芒格生前也多次公开不支持虚拟货币，说它就是老鼠药。很多人当时嘲笑他老古板，跟不上时代，但是你看看现在谁在笑？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买过比特币的人都是傻瓜，在它上涨的时候确实有人赚到了钱，但问题是你赚的是谁的钱？其实是赚了下一个更傻的傻瓜的钱。在一个没有内在价值创造的零和游戏里，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别人亏的，但是大家都不理，为了赚下一个傻瓜的钱，自己冲进去先做傻瓜。这个跟去赌场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赌场至少还有监管。那如果把投资变成赌博，会有什么后果？有一家公司叫 Strategy， 以前叫 MicroStrategy， 它的创办人叫 Michael Saylor， 江湖人称比特币狂人。他把公司经营赚来的钱全部拿去买比特币，还要借了82亿美金继续买。他把整家公司的命运跟比特币的价格完完全全绑在了一起。到2025年底，Strategy 一共持有71万3000枚比特币，平均买入成本大约是7万6千美元一枚。在牛市的时候 ，Saylor 是华尔街的英雄，股价一飞冲天。他到处演讲，说比特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资产，散户们疯狂追捧，觉得跟着他买就对了。但是你猜怎么着？根据 Strategy 最新公布的2025年第4季度财报，这家公司单季亏损124亿美元，股价从最高点暴跌了 80%。Saylor 本人甚至不得不承认，卖币已经成为了一个选项。更可怕的是什么？大空头电影的原型人物 Michael Burry， 他在几天前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他用了一个词叫抵押品死亡螺旋。这是什么意思？ Saylor 为了买更多的比特币，他把手上已经有的比特币拿去做抵押，跟银行借更多的钱。就像你拿房子去做2次抵押，借钱去炒股。牛市的时候，你的房子在涨，你的股票也在涨，你觉得自己是天才，但是一旦比特币开始下跌，比如跌了 30%， 你抵押品的价值就不够了，银行就会打电话给你，喂，你的抵押品不够了，请在24小时内补钱，否则我们就要强制卖掉你的比特币。这就叫追缴保证金，他哪里有钱补？他只能被迫卖掉一部分比特币来换现金，但是他一卖，市场上的卖压就更大，比特币的价格就跌得更厉害，价格跌得更厉害，他的抵押品就更不够，银行就要求他卖更多。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卖，不断的跌，不断的被追缴，不断的再卖。Burry 甚至指出，前段时间白银价格莫名其妙的暴跌了快 47%，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被追缴保证金的机构被迫抛售手上流动性好的资产，比如白银 ETF 来换取现金，去填比特币的窟窿。一个市场的崩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了另一个市场。美国投资银行的分析师更是警告说，如果卖压持续，比特币不排除回撤3万8千美元的可能性，那就不是腰斩了，那是从高位跌掉 70%。 所以杠杆是投资的头号杀手，它在牛市里让你赚的比别人多，在熊市里让你万劫不复。而且
当你用杠杆去投资一个本身就没有内在价值的资产，你等于是在火药库里玩火。那现在比特币跌了一半，它会不会涨回来呢？是不是买入的机会呢？比特币是没有内在价值。我们刚才讲了，比特币背后没有公司在经营，没有利润在增长，没有护城河在保护，它的价格纯粹是由市场情绪和资金炒作决定的。就像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鼓声停了，花掉在地上，可能就再也传不下去了。那些告诉你比特币每次暴跌之后都会创新高的人，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错误，他们把过去的巧合当成了未来的保证。这就像说我前3次闯红灯都没出事，所以闯红灯是安全的一样荒谬。但是真正有内在价值的优质公司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就拿苹果这个家喻户晓的公司来举例，这个也是我们10倍股课程里的经典案例。2008年金融海啸，全球恐慌，苹果的股价也跟着大盘从高点跌了快60%。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世界末日来了， iPhone 再好也没人买得起了。但是结果呢？如果你在2009年初市场最绝望的时候买入苹果，到今天你的回报也超过了119倍。我太太就是在那个时候买入苹果，一直拿到现在，赚了几十倍的回报。而我呢，惭愧地说，我在2012年因为担心市场风险就卖掉了，错过了后面最大的一段涨幅。这是我投资生涯里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为什么苹果跌下去之后能一次又一次的涨回来，甚至创出新高，而比特币就不一定？答案就在内在价值这4个字。一家伟大的公司，它不是一串代码，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组织，它有厂房，有专利，有品牌，有成千上万的员工在每天为社会创造价值。只要人类社会还在进步，还需要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公司就能持续的赚钱，持续的增长。他们的股价短期内会因为市场恐慌而下跌，但是长期来看一定会回归到它的内在价值。而比特币呢，它不创造任何价值，它不会因为你持有它就每年给你分红，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就变得更有用，它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下一个人愿不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走它。这个就是投资和赌博最根本的区别。所以同样是面对恐慌和暴跌，你的应对方式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比特币、空气币，那些纯粹靠讲故事上涨的垃圾股，你应该远离，甚至庆幸自己没有上车。但对于真正优质的公司，恐慌性的下跌反而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邓普顿说过，牛市在悲观中诞生，在怀疑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亢奋中毁灭。这句话精准地描述了市场的4个阶段，也就是我常说的市场4季，冬天就是现在。坏消息满天飞，裁员数据创新高，股价不断破底，散户们要么已经割肉离场，要么深度套牢，发誓再也不碰股票。媒体的标题全是崩盘、股灾、末日。这个时候就像寒冬腊月，农夫是不会去播种的。但是冬天之后是什么？是春天，政策开始转向，美联储可能从收紧转为宽松，但市场情绪依然冰冷，大部分人还沉浸在冬天的恐惧里，不敢进场。这个时候就是我说的隐身阶段。聪明的钱，那些真正的大佬、顶级基金会在这个时候静悄悄的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开始收集那些在冬天被错杀的优质公司。他们绝对不会敲锣打鼓告诉你我在买，因为他们不希望你跟着买，把价格推上去。然后是夏天，经济复苏，盈利增长，股价反弹，机构投资者大举进场，市场开始半信半疑，这是觉醒阶段。最后是秋天，经济一片大好，人人都在谈股票，连你家楼下卖菜的阿姨都在问你买了哪只 AI 股，媒体上全是股神的故事，这就是狂热阶段。散户们在这个时候蜂拥而入，把股价推向最后的高潮。而那些在春天播种的聪明钱，就在这个时候把手上已经涨了几倍甚至10几倍的果实卖给了在秋天冲进来的散户，春夏秋冬周而复始。这个规律从1929年大萧条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真正的机会永远诞生在春天，
而春天永远在冬天之后。问题是95%的散户做不到在春天播种，为什么？因为这违反人性，人的天性就是追涨杀跌。在秋天看到别人赚钱，自己就心痒痒冲进去，结果冬天来了，到了春天本来应该要播种，散户却依然被冬天的下跌吓得魂飞魄散。还记得割肉离场的痛苦经验，就这样错过了最好的买入时机。我自己也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科网泡沫，我2次输光了本金，就是因为我当时也跟大部分散户一样，在市场最狂热的时候冲进去，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割肉离场。正是这些用真金白银换来的血泪教训，才让我彻底明白一个道理：要在投资市场里做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你就必须学会2件事。第一，看清楚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优质公司，什么是纯粹靠炒作的泡沫。第二，在优质公司被市场错杀的时候，敢于逆向思维。好了，道理讲完了，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做？我给你3个最实在的锦囊。第一个，停止恐慌，不要盲目抄底。现在最危险的是2种极端行为，一种是恐慌性抛售，把手上所有的东西不管好坏全部卖掉，这等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把快要发芽的种子扔掉了。你卖给了谁？你正是卖给了那些在等待春天的聪明钱。另一种极端是觉得跌了这么多肯定是底了，然后把所有的钱投进去抄底，这也很危险，因为没有人知道底在哪里。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是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你的持仓，你手上的每一家公司，你真的了解它吗？它有没有强大的护城河？有没有健康的现金流？管理层是不是值得信赖？你当初买它的理由现在还成立吗？第二个，永远不要用杠杆，永远要留保命钱。这次比特币爆仓的惨剧根本原因就是杠杆。42万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不是因为他们买错了方向，而是因为他们用了10倍、50倍甚至100倍的杠杆。杠杆在牛市里让你觉得自己是股神，在熊市里让你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同时你手上永远要保留一部分现金，这部分现金是你的保命钱，它让你在市场最差的时候依然能安稳的睡觉，能应对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更重要的是，当市场真的出现那种10年一遇的黄金机会的时候，你才有子弹去抓住它。第3个，投资先求知，这是我说了1万遍的话，但我还是要再说一遍。没有人会没有驾照就开车上高速公路，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敢在完全不了解投资的情况下，就把自己半辈子的积蓄投入到这个市场里？这次市场恐慌本质上就是因为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他们赚钱不知道为什么赚，亏钱也不知道为什么亏，所以他们只能跟着市场的情绪走，涨了就追，跌了就割，永远在做错误的决定。如果你真的想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从今天开始你要下定决心去学习如何像一个生意人一样去分析一家公司的价值，学习如何看懂财务报表，学习如何在市场的废墟中找到那些被严重低估但是有潜力增长10倍的伟大公司。我知道很多人会说，我工作很忙，哪有时间学这些？但是我想反问你一句，你愿意花一辈子的时间辛辛苦苦打工赚钱，却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去学习如何让你的钱为你工作吗？更重要的是，别等 AI 把你的工作抢走后才发现，因为你没有学投资，结果在市场里缴学费，到时候工作又没有，钱也没有，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一定要今天就提前做准备。为了帮助那些真正有心学习的朋友，我把过去30多年的投资经验，从2次输光本金到今天能够做到长期安心超级盈利的所有心得，总结成了一套系统化的方法。我准备了一个免费的10倍股公益课，在这堂课里，我会跟你分享10个改变我投资成绩的关键。这个课程是完全免费的，名额有限。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链接，了解更多。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到底怎样才能完美的避开股灾？
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没有人能完美的避开股灾，你真正需要避开的不是股价的下跌，而是让一个不懂投资的脑袋把你的钱输掉。我见过太多人根本不懂投资，就用高杠杆投资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把所有身家压在一个资产上，在恐慌中做出冲动的决定，到最后埋怨自己变成了韭菜。如果你能避开这些致命风险，那么市场的每一次恐慌性下跌对你来说都不是危机，而是机会，是一次用更便宜的价格去增持伟大公司的机会。我们无法改变美联储的政策，无法预测下一场危机什么时候来，也无法控制市场的恐慌情绪，这些都是宏观，我们必须接受。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可以选择去学习，我们可以用生意人的眼光去深入研究一家公司的内在价值，我们可以在别人恐慌的时候保持一份清醒和勇敢。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吸收。我们下次再见。